你们与叛匪卢汉发表的透的通牒，我已经拜读了。总裁，不要讲，不能瓦全，宁可玉碎，这是革命军人的旗舰。1950年的新年元旦是新中国开国后的第一个新年，新时代的开启自然是万象更新，热闹非凡。然而旧时代的落幕也并没有就此黯然收场，逃往西南边陲的国民党军残部正在汤尧的带领下与众将领推杯换盏，但在此新年之际，老蒋却给他们发来了一封重要的电报。奉总裁兼非常委员会主任蒋中正的电令，汤尧、李弥、余承万速飞台北，详商固守滇南以图发展的重要事宜。听到这封电报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欢喜的自然是汤尧了，因为他主攻昆明的姿态做得很足，虽然没打下来，但至少是唯一还在积极表现的将领。他内心急于赴约，渴望得到老蒋的奖赏和肯定。愁的自然就是李弥跟余承万了，两人都跟随卢汉签署了起义通电。他们深知自己犯了老蒋的大忌，特别是余承万，在自己被释放回来后，又劝部队起义的所作所为，更是让老蒋恼羞成怒。他知道自己此去多半是凶多吉少，便打算推脱不去了，但却遭到了汤尧的拒绝。总裁的电令，不去怎么行呢？1950年1月5日，汤尧、李弥、余承万共同飞赴台北面见老蒋。他们抵达台北的当晚，老蒋就在草山的别墅召见了几人。果然，汤尧主攻昆明的态度一落座便受到老蒋的一顿夸奖，还升任他为第8兵团司令官。毕竟在国民党这些败将当中，目前也就汤尧能脱颖而出了。然而轮到李弥和余承万时，老蒋瞬间变脸。他怒斥二人放弃职守，没有军人的品质，毫无黄埔的作风，轻易就掉入卢汉的陷阱，配合起义，言语间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最让老蒋不满的还是余承万，因为余承万被卢汉释放后，还妄想号召第26军起义。当时刚接任26军军长的彭佐熙，自然不想把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拱手让人，直接向老蒋发了20多条罪状的电报控告余承万。老蒋在得知情况后，自然对现在的余承万极其厌恶。余承万，俺给了你多少钱？4万元。我给了卢汉很多钱，他怎么只给你这么一点钱？我知道他终究要反的，你多拿他一点钱也好嘛。老蒋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很明显，那就是斥责余承万为了钱就出卖党国，投靠卢汉。毕竟余承万的这种行为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，更是对老蒋个人权威和党国忠诚的背叛。余承万在那一刻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百口莫辩的绝望。他或许是为了自保，或许有自己的苦衷，但在这位蒋总裁面前，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。此时的余承万除了满脸惶恐之外，剩下的应该就是手足无措了。他真担心老蒋立马把他拉出去毙了，但老蒋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做了最后的部署。由于李弥被放出来后的表现，让老蒋觉得他还能信任，便任命他和汤尧飞回蒙自，继续坚守滇南，等待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余承万将军，你就不必回去了，我另有重务。26军嘛，空运台湾，武器装备留给第8军。总裁，从此，这位曾经在抗战中的常德保卫战英雄，彻底失去了兵权与老蒋对他的信任，最终抑郁不得志，辗转到了香港，在经营米粮生意发了点财后，在一次入室抢劫中被枪杀于家中，享年53岁。从余承万的遭遇，也让我们明白，在巨大的时代变革面前，试图左右逢源两头下注，往往是风险最高的选择。如果他当初坚定地拥护卢汉起义，即便被释放回来后受到顽固派的裹挟，策动起义失败了，也能带领一部分人脱离国民党拥护卢汉，那后半生的结局将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目前共军陈根部还在广西南宁，你们还有大半个云南，1000万民众，只要能精诚团结，不愁没有发展。我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。誓与共军作战到底。此时的老蒋还不知道陈赓的第4兵团早已整训完毕，并且已经从南宁来到了百色，即将兵分3路向云南进军。为了迷惑汤尧，陈赓命令归4兵团指挥的4野38军一部组成左路军，由百色出发，直插马关，河口地区切断敌人逃往越南的道路，以第13军为中路军，经广西百色、富宁、燕山直奔蒙自，快速占领敌军机场，切断敌人空中逃跑的退路，以14军和15军组成右路军，由陈赓带队率部经兴义、罗平、昭通等地向云南昆明压境。你通知李成芳、秦继武同志，让部队走慢啊，每天呢走上3、4师就够了啊。另外呢，
为了使中路4个团更隐蔽进军，现在起令关闭电台，停止和中断跟他们的一切联系，知道吗？陈赓的作战意图非常明确，他用右路军敲锣打鼓，放慢行军速度，制造声势浩大的假象，就是要把自己做成最大的靶子，牢牢吸引住汤瑶集团的全部注意力，为左路军和中路军的致命一击创造绝佳的机会和时间。就在大军进军云南不久，中共中央西南局对云南省的人事安排做了部署，任命宋任穷、陈赓为第1、第2书记，周保中、郑伯克、刘林元、郭天明、庄田等为委员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昆明的卢汉也收到了第4兵团开始入滇的电报。为了使我们能和他们的电台直接联系，还规定了波长、呼号和异电密码。陈赓兵团开始入滇的消息，让卢汉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一半。毕竟汤瑶各部还在滇南虎视眈眈，昆明随时都有再被反攻的风险。要知道，在这场起义中，他赌上了一切，每天都活在被汤瑶反扑的恐惧中。现在解放军的到来，对他而言不只是军事上的支援，更是精神上的救赎。